马上就要过春节了，很多朋友都问，为什么中国的新年叫春节呢？过新年的时候，你们都做些什么？怎么庆祝呢？也许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别担心，在这期课程我会向你一一解答，带着你一起过大年。别忘了参加我们的口语俱乐部活动，你不仅可以分享你在中国的过年经历，又或者说一说在你们国家人们是怎么庆祝新年的，又或者你可以提出任何和过年这个话题有关的问题。也许你的中国朋友跟你说，中国年其实也叫农历新年，那这里的农历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想理解农历，你首先要知道日历这个词。在哪里可以看到日历呢？你的电脑上、你的手机上，我们都能找到日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日历是按照太阳的运行周期来计算的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、传统节日里，人们所使用的那个计时方法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周期来计算的。那么就出现了两种日历，如果它们都叫做日历就太混乱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呢？如果按照太阳的运行周期总结出来的这个日历就叫做公历或者阳历。比如2024年的1月1日，我们叫做阳历新年或者公历新年。但是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、传统新年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周期来计算的，我们叫做农历或者阴历。你看到阴这个字了吗？有一半是月亮的月。那为什么又叫农历呢？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，那么这个时间的计算方法当然要为农业的生产而服务。月亮的运行周期和农业的生产周期紧密地联系着，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农历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，我拿出了一个小日历，你会在这里跟着我一起来看新年的每一天。我请大家来猜一猜，除夕是新年的第一天呢，还是过去一年的最后一天呢？在告诉大家答案之前，我先给你解释除夕是什么意思。除是表示去除过去的不幸、过去的不愉快，迎来新的一年。除夕是过去一年的最后一天。那过去一年是哪一年呢？有的人可能说，那过去一年是2023年吧？不对，过去一年应该是兔年。说到兔年，我想问你属什么呢？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输入你的出生年份，这样你就可以查出你的生肖是什么。中国有12个生肖，每一年由一个动物来代表，而这12年呢是一个周期。过完了兔年，我们迎来了龙年。现在请你打开你手机或者电脑上的日历，找到2024年的2月9日这一天。这一天是兔年的最后一天，中国人把这一天叫做除夕。除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，而和家人一起吃的这个饭呢，叫做年夜饭。大家一起吃的饭叫做年夜饭。在中国不同的省份、不同的地域，人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年夜饭餐桌上摆的大菜也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地方吃鱼，有的地方吃饺子。那除了吃年夜饭还会干什么呢？是看春晚。春晚的全称叫做春节联欢晚会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晚会节目。其实人们并不真的在意春晚上面到底演了什么节目，演得好不好，而是借由这个机会可以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快乐。
而且你要知道，不光是全中国的人在看春晚这个节目，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都在同一时间庆祝同一个节日，而且一年只有一次。我想正是这个原因，让春晚成了除夕少不了的重要节目。除夕这天晚上还有守岁的习俗，就是指熬夜庆祝新年，我们叫做守岁。我小的时候过除夕呢，晚上喜欢放鞭炮、放烟花，但是现在由于环境不断恶化，所以烟花、爆竹这些庆祝活动呢，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。可是有一条人们还在坚持着，那就是在门上贴福字、贴春联或者贴门神来庆祝除夕。过完了除夕，我们来到了春节。春节其实也叫做大年初一，请大家注意啊，初这个字你在接下来的视频里会经常见到。新年第一天叫初一，那新年第二天呢叫初二，后面叫初三，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初这个字。在春节这一天，人们都做什么呢？通常来说呢，小孩子会和爸爸妈妈去自己的奶奶爷爷家或者外公外婆家拜年。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，在中国的北方，自己妈妈的父母呢叫做姥姥姥爷，但是在南方，我们把妈妈的父母叫做外公外婆。也许到了不同的地域，还有其他的方言式的称呼，所以你可能也会遇到。孩子们见到自己的奶奶爷爷、姥姥姥爷或者是外公外婆，会说什么呢？通常他们会说给您拜年了。老人听到孩子说这句话呢，当然会掏出红包给孩子们发红包。这个红包象征着好运还有祝福，把好运和祝福给孩子们。另外，当我们给别人拜年的时候，应该做什么手势呢？千万不要做这个手势，因为这个手势通常是在练功夫的时候。我先敬你了，做完这个动作就要开始打架了，所以拜年的时候不要做这个动作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把手蜷在一起，这样给您拜年了，这是可以的。也有人呢会这么做，给您拜年了，你也会见到有人做这个动作，都是有的。在大年初一去探望某个人，一定不能空着手。空着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什么都没有拿，没有拿礼物，不能空着手。所以通常我们会买一些新年的礼物，比如说营养品啊，或者是苹果啊、牛奶啊，有人提着烟、提着酒，各种各样的礼物去探望自己的长辈。不提礼物呢，叫做空着手。所以你会听到中国人说不能空着手去，就是指不能不带礼物就去探望别人。大年初一有什么禁忌呢？在一些地方有这样的说法，大年初一不能扫地，不能倒垃圾，因为扫地和倒垃圾有可能会把好运扫掉。所以有可能你在中国的某些地域啊，你在大年初一这天刚拿起笤帚，就有人说不能扫，不能扫，一扫好运就被扫没了。又或者不能倒垃圾，你一倒就把你的好运给倒没了。我在给大家拍摄课程的时候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乡音。乡音就是指一个人回到老家、回到家乡说的方言，就叫做乡音。我一开始还没发现，直到我们添加字幕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词，我才意识到我说的是方言。你可以在视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这是我们清扫用的一个工具。我先告诉你标准的说法，最常见的说法是扫把或者扫帚，但是在不同的地区，你会发现这些日常的工具，人们的叫法差异很大。比如，我当时就无意识地说出了笤帚，笤帚到底是哪的方言呢？我在网上找了半天，才发现，原来在陕西叫笤帚，在东北叫笤帚。而我的奶奶是河南人，我的爷爷是四川人，我们全家生活在陕西。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还有东北人、河北人，其实没有一个人说的是绝对标准的普通话，每个人
都带着自己那么一点的乡音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在日常中会相互影响，不知不觉的就学会了别人的方言。关于方言的部分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继续新年的话题。大年初二做什么呢？大年初二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是回娘家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已经结婚了，那么我在大年初二这一天应该带着我的老公，带着孩子回我的父母家，那这个行为呢就叫做回娘家。但是千万别忘了，回娘家的时候不要空着手，要带着礼物回去。到了大年初三这天要做什么呢？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是大年初三不宜出门，就是最好不要出门，因为呢容易发生口舌之争，容易跟别人吵架。那么有些人呢就选择在初三这一天去庙里拜神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。到了正月初四这一天，中国民间的习俗是迎灶神，迎指的是迎接的意思。灶神是谁呢？他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神掌管着一家人的饮食和健康。如果你听到人们说灶王、灶王爷，说的就是这个灶神。灶指的是炉灶，厨房做饭的地方。我记得小时候家人会在这一天清理炉灶，把过年期间吃剩下的饭菜做成烩菜。一方面是不浪费粮食，另一方面也表示对灶神的尊敬。有些地区的仪式可能会更隆重一些，比如在灶台上点几支供香，摆上果盘、糕点等等，用这种方式迎接灶神。当然，在中国每个地区的习俗可能有差异，如果你发现和我说的不一样，千万不要感到意外。到了大年初五这一天呢，你可能会看到中国朋友开始发各种财神的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天迎财神，人们可能会转发各种财神的图片，希望自己新的一年财源广进，就是指赚好多钱的意思。见面也可能会说恭喜发财这4个字。而且很多商家会选择在这一天呢开门营业，求一个吉利，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生意兴隆。到了大年初六这一天，很多公司还有工厂会选择复工，这一天开始正式上班。到了大年初七这一天，不同的地方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庆祝习俗，有的地方要吃七宝粥。这个七宝呢，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谷物，比如红豆、绿豆、红枣，熬在一起7种谷物煮成的粥。吃这个粥呢，象征着团圆和幸福。还有的地方可能会吃面条或者放风筝，又或者你会听到有人说，在这一天要去剪发，因为从除夕到初六这几天是不可以剪发的。在传统观念里可能会认为这样会带来厄运，但是呢，在初七这一天，你终于可以去理发了。观看视频的同时，你还可以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 ebook， 把它当作一本有声书，边听边读。过了初七，我们到了初八。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日历上写着正月初八、正月14呢？正月指的是农历年的第1个月，在这里一定要读一声正，正月初八，正月14。过完了正月14，新年还没有过完，因为正月15这一天是元宵节，它是春节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。我来解释元和宵这2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。在这里，元表示元月，它指的是农历新年的第1个月。刚才我们刚学到，正月是表示农历新年的第1个月，而元月也是表示农历新年的第1个月。
而宵呢，指的是夜晚。元宵节这一天为什么非常的特别呢？因为在这天晚上，人们会看到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满月，月亮是圆的。如果你恰巧在中国过年，你可能会发现在元宵节这一天，城市会非常的热闹，因为它是春节最后的高潮。过完今天，人们就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，春节就过完了。在元宵节这一天，中国各地会举办灯会，比如用彩灯来装饰城市，人们也会把谜语放在灯笼里面。你可以把谜语拿出来，猜这个谜底是什么，通过猜谜语的方式来庆祝元宵节。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元宵节的传统食物是元宵，那你听说过汤圆吗？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汤圆就是元宵，元宵就是汤圆，只不过是南北方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汤圆和元宵最大的差异是它们的制作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汤圆的制作方法非常像饺子，首先要把糯米和成面团，然后把芝麻、红豆做的馅料放进去，把它揉成圆的，然后用沸水煮开，这种呢叫做汤圆。而元宵的做法是把元宵的馅料首先蘸一点水，然后放进糯米粉里滚动。滚动一次是不够的，要反复这样，先蘸水，再放进糯米粉里滚动，反复操作，最后把它滚成一个圆球。这种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食物呢，就叫做元宵。如果你在中国随便问一个中国孩子，你问他元宵节为什么叫元宵啊？小孩子可能会说，这一天因为要吃元宵，所以叫元宵节。但是你刚才已经学到了，元指的是元月，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，而宵指的是夜晚，所以元宵节指的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夜。我终于成功了。元宵节除了有猜灯谜、赏灯、赏月这样的活动以外，还有舞狮、舞龙、扭秧歌，这些活动统称为闹花灯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听到中国人说正月15闹花灯，就是指在元宵节这一天要举办、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。你会发现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圆这个字，不管是汤圆还是元宵，都有一个音圆，因为中国人讲团团圆圆，就是指一家人成功相聚在一起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春节期间你会收到这样的祝福，祝你和你的家人团团圆圆，阖家欢乐。阖家欢乐是什么意思呢？阖家指的是整个家庭，祝你和你的家人共同享受快乐和幸福，阖家欢乐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要考一考你，如果春节期间你见到了中国朋友，要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新年好，你也可以说春节好。如果春节期间你去某个长辈家里，你要说什么呢？你可以说给您拜年了，别忘了上门的时候不要空着手去。如果在大年初五，也就是正月初五这一天见到朋友，大家会说祝你财源广进。如果你去吃饭买东西，临走之前可以跟老板说祝你生意兴隆。如果在过年期间你实在想不起来跟朋友说什么祝福的语言，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。今年是龙年，所以你可以说祝你龙年大吉。那如果是鸡年呢，你可以说祝你鸡年大吉。你只需要把这个生肖替换掉就可以了。在课程的最后，我要祝观看视频的每一位朋友龙年大吉，财源滚滚，阖家欢乐。